这梁红怎么搞的？主次都分不清楚了吗？这么大的变化，为什么事先不上传呢？首长，梁参谋跟随小分队去侦察敌情，是事先汇报过的。为什么不死盯着郭子健？郭子健是红方的主攻力量，是最大的变数。可不是变数吗？他这一变，差点把蓝军指挥所都给端了。马上查清楚，郭子健对蓝军指挥所实施了精确的打击，是他得到了红方指挥所的命令，还是他个人得到了什么关键的信息？不是首长，这演习都是背对背的，人家什么战术战法，怎么可能处处都跟咱们汇报啊？你不要给我唱反调啊！这演习山头是固定的，部队人数是固定的，谁多谁少，谁长谁短，我是一清二楚的。是，那阵地上哪块石头偏了向，您都一清二楚。报告，梁红那边什么情况？梁红小组跟随396旅1营侦察班，发现了蓝军指挥所。我知道了，你抓紧时间联系导调小组，让他们随时上报情况。是。听见了吧？毛尼尔在这儿。哎呀，像梁参谋这样，什么事都能抓住核心环节，才是最好的导调员啊！许灵军儿，你这个家伙现在越来越会说酸话了啊？有吗？出结果了。报告，报，导演部裁决，我一营对蓝军指挥中心打击有效，致使蓝军指挥中心60%战力受损。好，快，干得漂亮！60%的兵力受损，那说明龙远山跑了。咱们的2支侦察队可能被俘虏了。可惜了，不偶开局，郭子健就吃掉黑曼巴指挥机关60%的肉，也算不错了啊！别高兴得太早。龙远山那是一只老狐狸，一只疯狂的老狐狸啊！想啃他一口肉，没那么容易。不管怎么说，这在龙远山的对抗史上也算是头一回吧？啊！哎，这没上哪儿？哎呀，别翻天了，去厕所。瞎碰碰着死耗子了。有货当行，有功当赏。龙远山战力受损，位置也暴露了，原来的作战计划已经破坏了。如果我的猜想没错的话，他会和玉皇顶的部队配合，和咱们一决高低。3营4营到位了没有？快到石棍河了。命令他们加快速度，抢占玉皇顶。是。命令1营、2营原地待命，保持警戒。是。这么快就可以将打击目标从西风谷调整为二道坡，应该是提前做好了 B 计划。看来红方侦察队并不是误打误撞，而就是奔着咱们指挥中心来的。红方里头一定有高人。第1支侦察小分队过来的时候，我就应该及时调整作战部署。还是我不够警惕，有点过分自大。是咱们小看了索建安。可既然他们已经知道了咱们指挥所的坐标，为什么只派出了1个营的火力对咱们进行打击？要是把主力全都集中过来，咱们很有可能就一败涂地了。这是侦察员刚刚
既然他们想把我们拉到玉皇顶决一死战，那就如他所愿，往玉皇顶增兵，往实了打得越惨烈越好。这样一来就只能拼消耗了。有时候拼消耗就是争取战机。既然我们要声东击西，那就干脆把戏做足了。连长，打不打？打啥呀？这能打吗？可是营长不是让我们清扫地方残余部队吗？也不能动乱了我的。这是残余吗？这起码一个合成营的兵力。那咱们也不怕，跟他们干。干什么干？这场仗才刚刚开始，还没到壮烈牺牲的时候。告诉兄弟们，放他们过去。再派2个侦察兵去看看他们到底去哪儿。是。这么荒芜的仗，都会给他们杀惨。玉皇顶是年年玉皇顶，这龙眼山唱的是哪出戏呀？这真要跟红军在玉皇顶拼个你死我活？换个人可能会这么打，但龙远山不会，他是个老狐狸，他去玉皇顶，一定另有所图。这么说，红方是为拼而拼，而蓝方是为变而拼。哎，徐伦军儿，你这个认知提高了。如果有10分的话，给你打7分。哎呀，我又及格了，谢谢首长。机动情况怎么样？前令，坐。根据您的指令，我们从黄石岭直接迂回回来。2老坡被重火力压制之后，基本没有遇到什么抵抗。但是，我们遇到了龙眼山正在转移的主力部队。拼掉多少兵力？那倒没有，我是想着我们这把利剑到后面还要派上大用场的，就没上去拼刺刀。不过我派了2个侦察兵跟了上去，争取能找到他们的备用指挥所。可以呀，学会动脑子了，还不是跟您学的。哎，吴东胜回来没有？搞到人家核心坐标，估计全部当俘虏了。等战打完了，再给他们庆功。太好了。哎，咱们下一步的任务是什么？原地待命，保持警戒。啊？这是要把咱们主攻营当预备队呀！我还想着上玉皇顶跟这帮黑曼巴狠狠地干一场。李宗卫，到，我把之前对付2营的一个营战斗群押给你，你随时听我命令行动。还有那2个侦察兵什么情况，随时向我报告。是。哎，我咋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呢？你是不是要不听招呼自己偷摸单干啊？你少给我扣帽子！我什么时候不听招呼了？我是特殊情况特殊应对。再说了，我已经把我的行动报给吕首长了。行了，你们好好休整，等我命令。是。龙远山这是出了个组合拳啊！啊！首长，有一起演习事故，请您定夺。什么事故？396旅1营侦察班班长吴东胜，在执行侦察任务的时候发生车辆事故，身受重伤。具体情况？现在我们的导调人员已经把人送到了野战医院，正在进行全面检查。重伤部位初步判定是在腿部，现在人处于昏迷状态。搬送到野战医院，传我的命令，派运输直升机把伤员送到离演习场最近的189医院，通知医院组织最好的专家等候治疗。是。安排伤员去野战医院的是梁红那一组。是。很好。他做得很好啊，没有因为突发状况而慌乱，也没有因为另有任务而躲避。那当然了，梁红可是您亲手带出来的高徒啊。但是梁红他们接下来的任务怎么安排啊？什么怎么安排？继续执行他的导调任务。你通知他，还有其他的参演人员，这一消息全程保密。所有的问题等演习结束之后再做处置。是。
报告首长，什么情况？我方在玉皇顶遭到激烈抵抗，从火力情况上来看，对方远远不止一个营的兵力。好，果然不出我所料，龙眼山还是来了。命令，2营立即出发，在3营和4营的配合下，向玉皇。他别无选择。哎呀，再加把劲儿吧，胜利在望。今天下午，玉皇顶作战部队将要完成2次强攻，时间间隔可以控制在2个小时之内，完成对红军重装甲部队的牵制和虹吸效应，诱使红军向玉皇顶不间断投入后续作战力量。是。工兵爆破分队带红军重装甲部队增援至石滚河一线，在其前行道路上实施无差别爆破，阻其前行。随后以激光系统引导远程火力，对目标实施精确打击。是。重装4营反装甲分队大造直逼红军指挥机构之势，逼其就近主力，实施全力反击。是。机降分队趁乱伺机斩首，力图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对红军指挥机构的闪电突袭，俄着所见案。通讯部队待机降部队出发之后，对红军所有的频段联络实施全网全频干扰，配合斩首。是。出发。是。明明我们1营是主攻营，凭什么让我们负责外围助攻啊？好了，不通命令，集结部队。是。等等，郭子杰，你这脑子里不会又在打什么算盘珠子吧？情况不对。童志斌，到，给我接指挥所。是。报告营长，接通了。我是1营营长郭子健。你还是管好你自己吧。毛病，真把自己当盘菜了。梁大佬，一定把他这一下帮我们剪了，这个跟演习没有关系啊。跟谁发牢骚呢？还能有谁？郭子健呗。怎么了？他建议主力部队今晚立即撤出对玉皇顶的进攻。你臭脾气能不能改改呀？咱有话不能好好说吗？这个流心眼儿，我就算有100个好脾气也不够用。那无论如何，咱也不应该建议主力部队就在今天晚上撤离主战场，那不是你一个营长应该建议的事儿啊。张高原，这个龙远山打仗比鬼还滑，以前什么时候见过他跟人家硬碰硬的打消耗战？在玉皇顶就一反常规，而且是在旅指挥所被我们重创，兵力不占优势的情况下。我告诉你，这里边一定有阴谋。那这个鬼到底是什么？我们不可能永远凭着直觉在打仗吧？你作为一个指挥员，不可能永远靠着直觉在指挥一场战斗吧？哎，行了，现在还没想清楚，那就让自己慢慢想清楚啊。在我们想清楚之前，只需要做好一件事情：服从命令。李松伟那边的侦察兵有消息了吗？没有。已经确定，红方指挥所就在野湖里，随时可以实施斩首计划。队长，抓了2个尾巴，又是侦察兵，一波波的没完了，看来他们还真是死咬着不放。你们俩谁的兵啊？呀，
还威武不能屈啊，有点意思。我倒是越来越好奇了。这样，我们解放军向来优待俘虏，通知炊事班给他们俩和那5只红嘴鸟加个小炒肉。是，走。通知劳务口指挥所所有的电子对抗和干扰设备全部打开，把功率调到最大。是。老龙，这么干不怕暴露指挥所目标？他要真凭这些能找到这儿，还真算他有本事。正好我也想看看，这个捅了我龙远山窟窿的，到底是何方神圣。我看你这是又动了挖墙脚的心思了。报告，讲，蓝军被我方重重包围，企图突围。指挥中心要求我方加速前进，将其消灭。突围？肯定王年。旅指挥所跟进没有？还没有跟进通报。给我接2营一长。上。 2动1，2动1，幺动113，幺动113。讲，营长，1营营长顾子健来电。小人强，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，但是现在不是我们较劲的时候，我也不是让你违抗命令。看到使馆河了吗？那里地势狭窄，重装备通过缓慢，所需时间较长。如果敌人在那里对我方进行打击，很有可能造成我方兵力被截断。你知道龙远山为什么要这么打吗？所以我怀疑。我知道你在怀疑什么，顾子健。2营的长子打我心里有数，管好你自己。怎么又不生气了？生气管用吗？作为指挥员，怎么能生气呢？话点到了就行，懂多少就看他自己了。既然左右不了别人，就只能靠自己了。哎，马上就要出发了，你去哪儿？你们先走，我去电抗分队。小人听我命令，出发！出发！命令2营停止前进，接应我指挥中心，以防蓝军实施斩首。重装备以假目标接近使馆河前沿，迷惑敌人，并预留防空火力分队。这不是违令吗？少废话，我会向吕师长汇报。通知徐大力，让他守在旅指挥所东北侧，没有命令不许离开。是。龙远山这回好像……首长，首长啊！你看龙远山的组合拳开打了。哦，好戏开始了。报告，讲，石滚河重装部队集结地域，遭蓝军远程火力打击，损失严重。知道了。是。这龙远山越是玩命，说明玉皇顶越是有问题。参谋长，到，迅速组织出散，归拢人员装备，继续完成对玉皇顶的合围。这是命令，不是商讨。是。报告，进来。石滚河方向发现蓝军车站人员，通过激光引导对我军重装部队实施地点式精确打击。由于战损装备阻塞，后勤部队无法继续前行。警戒部队干什么吃的？人呢？
负责警戒的各营之间有结合部，我想蓝军正是从结合部进行的渗透。通知侦察营去你。是，快点。是。直滚河方向报告，导演部通报，蓝军远程炮火袭击之后，步兵反装甲部队已经占领了主要通道，同时工兵对各个通道实施了爆破毁坏，已经完成了对我方部队的分割。奇了怪了，这些蓝军部队怎么这么快出现在我作战区域？从哪儿冒出来的？命令。是。1营、2营所有靠近指挥所人员快速回撤。是。报告。讲。蓝军自发起远程打击起，就开始对我所有通讯手段实施全波段电磁干扰，无法通信。变换信道，反复联系，直到接通。是。这龙远山想干什么？这仗才打到哪儿啊？他想斩首。几支保障部队手里没有重装备，不可不发。蓝军的强电磁干扰十分厉害，我们正在对其进行反干扰。能不能通过电磁干扰信号判断出蓝军指挥所在哪儿？理论上是可以，但是我们目前没有能力进行如此复杂的运算。这不是有信息工程专业的大博士在吗？可他是导调人员，来帮咱们算不算违规？谁让他帮了？我就出道题考考他，纯属业务交流。找你有点私事儿，能不能把这玩意儿先关了？郭营长，我们现在正在演习。行吧。我就是想，等演习结束之后，请你吃个饭，单独的就我们俩。怎么，想追我啊？书上说，邀请熟悉的异性吃饭是有追求的意思。不敢不敢，就是想跟你有个简单的学术交流。那就好。就这么看不上我啊？当朋友怎么样都可以，但是如果当伴侣的话，起码在学识和智商上要在同一水平线上才可以吧？这什么意思？就你这个博士看不上我这个硕士呗？我没有说，是你自己说的。行，但是现在啊，我觉得弄个博士学位也没什么难的，而且这梁副军长又是你的导师，帮你使使劲儿也很简单嘛。我的博士学位是我靠我自己实力拿下的。虽然说梁副军长他是我的导师，但是我的博士学位是靠我自己一分一分考下来的，是靠我自己的实力，跟掺假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别急呀。这样，我前段时间在书上看到一道题，想了好几天没解答出来。你要是能帮我解答出来，我就承认你这个学历是货真价实的。可笑，我的学历是由学院认证的，根本不需要得到你的认可。切，不会就不会吧？你说那么好听。什么题？报告。报。二营长江胜强通过有线电话报告，李副参谋长在指挥前线被判定阵亡。二营已经集结3营、4营现有装备人员，组织蓝军切割，并谋求对蓝军进行反包围。好，告诉江胜强，就说是我说的，他干得漂亮。是。另外，告诉他，蓝军指挥机构已经遭到了郭子健的重创，目前损失严重，已经是强弩之末了，让他狠狠地打，往死里打。是。好一个江胜强，关键时刻起了大作用了。所以我说政委，别老是盯着郭子健，咱们旅啊人才辈出啊啊！说实话，在我眼里，2个郭子健都不一定能顶上1个江胜强。哎，偶尔江胜强被打败了，
那是偶尔的事儿。你呀，这可就偏心了啊！江胜强，这也算是战前临时调整作战计划了吧？2个人都有功，可是你这态度啊，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儿。啊，我也不是完全否定他啊。郭子健这小子啊，确实是有点歪财的，但是这小子不好弄啊。以我多年带兵的经验，像他这样的性格，迟早有一天会捅大娄子。什么情况？最新战报，龙远山要对我们的指挥员实施斩首，上级命令我们马上回援。吴参谋，让李松伟带上一个小型营战斗群跟我走，其他所有人立即回援。指挥中心已经危在旦夕了，这个时候你不回援，你要去哪里？龙远山已经打好了算盘，现在投入多少兵力都没用。要想打赢这仗，必须要抢在他们之前实施斩首。依据卫星和无人机定位目标，锁定红军指挥机构及其保卫保障力量。但有一点注意啊，所建安的指挥中心给我留下。飞鹰收到。哎，他们这是往哪儿开啊？这条路不是通往老虎口的吗？老虎口？对啊。他又骗我，谁骗你啊？怎么样？专业人士鉴定过了，答案正确吗？服了，我是真的服了。这样吧，我给上级打个报告，你来我们营给我当首席参谋吧。不用了，我觉得我们不适合在一起工作。怎么不适合了？我觉得我们俩挺合拍的。再说了，这未来战场更多的是要借力工具和平台，这跟信息系统都是相挂钩的。你不到部队一线，怎么能跟得上这陆军转型的滚滚洪流呢？不着急，我有的是耐心。杨博士，你好好考虑考虑。我可能要助纣为虐了。你在说什么呀，梁子？没头没尾的。南方直升机编队遭受沉重打击，红方这一次出击干得漂亮啊！是啊，我就说396旅绝不可能束手就擒。这个江胜强啊，打起仗来还真不含糊，不仅预留了防空力量，还专门留下一个主力连，防止对方斩首。龙远山这些年啊，所向披靡，这回也该吃点苦头了。飞鹰呼叫野狼，飞鹰呼叫野狼。小狼收到，请讲。机群遭受地面防空导弹打击，机群遭受地面防空导弹打击。红军防空拦截是预料之中的事儿。启动第3方案，第1编队超低空接敌，引导火力打击其预留部队。第2编队改变航向，按第3方案迂回。收到，回复。飞鹰收到。报告，通讯恢复。好。报告，2营方向报告。现已与蓝军武装直升机1个编队交火，击落蓝军武装直升机3架，运输直升机1架，其余武装直升机及运输直升机逃离。龙远山不是牛哄哄的要来斩我的首吗？怎么又往回飞了1营联系上没有？报告，已经连通，顾营长已令其装部2连和1个突击炮排及部分防空火力回援旅指挥所。他本人带步兵1连及其他部分火力，组建了一支小型营战斗群，正向老虎口进发。老虎口？他到老虎口干什么？为什么不服从命令？顾营长判断，老虎口是当前蓝军指挥机构所在地。他判断？他有什么权利判断？为什么擅自决定？
营长，这蓝军指挥所真在老虎口啊？你不相信我的判断？那倒不是。这黄石岭的结论基于你的数据分析和吴东胜现地侦查的情报，但是这老虎口，我觉得还是有点冒险的。问题是我们现在没办法进行现地侦查，而且我相信梁参谋的计算结果。你说咱们这主攻营，明明是给这场仗开了个好局，却活生生挤兑成现在这样，真是憋屈死了。算了，拼一把，活捉黑曼巴的头头，我看他们谁还敢跟咱们面前嘚瑟。这场仗打到现在，算是到了刺刀见红的阶段。是啊，前面打得再精彩，收不好尾的话，也会前功尽弃。从黄灯显示上看，每一个关节点上都有我们的导调人员，保证不会漏掉任何一场精彩对决。那就好。到最后讲评的时候，咱们底气足啊。是。对。首长，你看那儿，把画面调出来。时间到了，行动开始。报告，杨，我方遭受远程火力打击，防卫力量损失惨重。他们怎么使用远程火力？不怕伤到自己人吗？那是蓝方的佯攻，他们假意逃跑之后，把我军引入了他们的远程火力打击范围。报告，情况怎么样？蓝军发起突袭，指挥所保障要素遭重创。二营不是已经进入保卫区域了吗？二营确实已经接敌，但受到蓝军的诱敌之际，遭蓝军远程火力重击。侦察营呢？他们大部分都轻武器，抵抗不了多久，请二位首长赶紧撤离。政委，你们立刻转移，我留下来。参谋长，保护好政委，立刻和郭子健会合。记住，万一我出了问题，由政委接管我的指挥权。是。嘉，应该你先撤离。我是军事主官，我理应留下来负责后续的指挥工作。你们先走吧，我会尽快的。李宗伟，走！立即实施斩首，活捉龙远山。是。2旅军队都有，行动！控制！
终于见面了。左副旅长，得罪了。说不上，反正就算抓住我，你们也不算斩首成功。怎么？你指挥权交接了？导跳中心有现场录像。那又怎么样？你以为跑了一个康保平，你们红军还可以卷土重来是不是？你心里很清楚，你的战损比我重。哎呀，索菲旅长，就凭这几句话，你今天当这个俘虏，一点都不冤枉。你以为咱们是拼刺刀啊？如果就按你这个套路来带兵打仗，我劝你还是回到几十年前吧。我不想跟你磨嘴皮子。不相信呐，咱们往后看。往后看？后面有什么呀？后面什么都没了，索菲旅长，战斗结束了，战斗结束了。结束了？这不可能！通知指挥中心，我们立即返回野狐岭。是。不必了。索副旅长已经被龙远山俘虏，红方剩余部队极为分散，且军事指挥中心已经被完全摧毁。虽然政委康保平目前正试图与你会合，但是就一营目前的指挥系统来看，没有办法完成有效指挥。所以，我们这边的目标判定是你提交的。是。演习结束的指令，也是通过你的判定。是的。就是说，你一开始给我的那个答案，是个诱饵。不是。如果答案是诱饵，那就有所偏向，这是演习纪律所不允许的。事实上，答案是正确的。只不过是你自己聪明反被聪明误。就在2个小时前，龙远山还在这里，但是他跟你打了一个时间差，你中了他的计。可我们现在火力尚存。我正要告诉你，这个区域刚刚受到了蓝军远程火力的打击。郭营长，你阵亡了。就是说，我郭子健现在是整个演习最大的笑话。怎么不说话了？我就算要说，也应该是在演习总结会议上专题陈述，没有必要在这里跟你单独解释吧。郭营长，我这样的首席参谋，你还收吗？营长，旅参谋部通知，马上返回宿营地，各营主官连夜参加旅党委扩大会议。明天早上8点，集团军在基地导调大厅召开演习总结和讲评会议，所有参演部队干部全部参加。郭子健，说，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厉害？天下无敌啊！为什么自作主张？你在最关键的时候把一营的主力拉走，你知不知道这个行为让整个396旅都成了笑话？
风从未停息，将喧嚣都吹拂后远去。你站在原地，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，又再次想起冷与暖曾交织的酒里，远方和故乡，繁华与孤寂都不会容易。一年一岁，一朝又一夕，愿追赶之后相识与相遇，无法触及却不忍舍弃，化作漫长的期许。一点一滴，一次又一句，愿人还能相知也相惜。昨日一去，而明日再续，你说是否可以？一山一水，一城又一里，愿风雨之后相伴亦相聚，无需刻意，却不能忘记，化作漫长的寻觅。一草一木，一我又一你，愿时光能相忘也相依。多少陌生与多少熟悉，你说都会铭记。